在中国周围，总有些随时准备放冷枪的豺狼邻居，他们有的是美国的小弟，为美国马首是瞻；有的还有着自己的野心，随时准备拿中国开刀。这些国家是谁？中国该如何应对？在中国的一票邻居中，对中国感情最复杂的莫过于日本。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附属国，向中国政府纳贡称臣。但近代以来，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，战败后又认美国做大哥，成为反华阵营的桥头堡。经过美国几十年的驯化，日本政府的反华立场已经根深蒂固，任何向中国示好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软弱。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时，就因为实施对中国友好的国策而被赶下台来，而等他再次成为首相的时候，对中国的态度就变得无比强硬。而如今，日本除了在外交上处处与中国作对，在军事上更是蠢蠢欲动。近几年来，日本自卫队急速扩张，急着参加各国的联合军演，增强自己的存在感。这一点中国不可不防。在中国周围，总有些随时准备放冷枪的豺狼邻居，他们有的是美国的小弟，为美国马首是瞻；有的还有着自己的野心，随时准备拿中国开刀。位居南亚的印度便属于后者。印度又是怎么扮演挑战中国的野心家形象呢？印度其实一直想要当亚洲的老大，但中国在各方面总是压着自己一头，因此印度总是将中国视作自己登顶亚洲的阻碍。印度想按中国模式壮大自己，同时又不断地试探中国的底线。它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，在经济上，印度趁中国进入产业转型期的关键节点，利用本国低廉的劳动力以及政策优惠，吸引跨国企业到印度办厂，足以可见印度希望代替中国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的野心。而在边境问题上，印度则一直对我国藏南地区虎视眈眈，几次三番派兵潜入边境，阻挠中国边防部队。在遭到中国强硬反击后，虽然有所收敛，但始终记吃不记打，随时准备卷土重来。在中国周围，总有些随时准备放冷枪的豺狼邻居，他们有的是美国的小弟，为美国马首是瞻；有的还有着自己的野心，随时准备拿中国开刀；还有的则属于骑墙派。哪些有更大的利益，就朝哪个方向去靠拢。蒙古就是这其中的典型。蒙古地处中俄之间，矿产资源丰富，但作为内陆国，蒙对外出口极度依赖这中俄两个邻居。为了摆脱地缘限制，蒙古提出了第三邻国的外交理念，大力发展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往来，与中俄实现制衡。当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芯片制裁而限制镓、锗等稀土元素的出口时，蒙古看到了中间的商机。中国不做的生意，蒙古来做。今年8月，蒙古总理亲自前往美国，和美国达成开采稀土资源的合作协议。虽然这属于正常的外交往来，但却在无形之中压制了中国的反制措施，让我国陷入被动境地。综上所述，这些邻国可以说是各怀鬼胎，中美之间的争斗已经摆到了台面上，而这些邻国更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在和美国博弈的时候，中国更应该提防这些不怀好意的邻居，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，将中间摇摆不定的国家争取过来，用中国智慧来解决问题。